把头好。行了，小伙子，既然云峰要拉你入伙，那我不好说什么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们干吧。就这样，我们团队又添加了2名成员，来到邯郸西部。我们本想直接去邯郸西北赵王宾馆找乞丐刘，但一路奔波劳累，几人也只能先在旅店休息1日。晚上8点，却恰巧碰到了当地的一个床交会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卖古董的地方。能上手吗，大哥？那你轻点，高年份的东西这是。看着手里的观音像，10分钟后我回过神来，然后说道：我从未见过这种造型的观音像石雕，这东西肯定不是传世品，大概率是从某一处盗墓里流出来的。这什么价？28。男人语气淡漠的报了价。豆芽仔一瞪眼，卧槽，才28，这东西我看行，我给你30，不用找了。拿来吧你。不好意思，刚入行的兄弟莫见怪。大哥，我看这东西坑口发干，敢问可是宁夏内蒙一带翻上来的？哟，好眼力，兄弟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混哪路的？还不等我回话，豆芽仔立即抢话道：北派王把头，听过没？新兵蛋子，刚来的，大哥别笑话他了，天南地北碰到了就是缘分，要不咱们下楼坐坐，都彼此认识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发财路子能合作。行啊。下了2楼，见到把头，双方自报家门后，男人拿出了那具石雕，把头仔细看了一遍，过了许久，突然开口道：这是西夏佛国的东西，好眼力啊！敢问老师傅可是以前见过类似之物？曾上手过一件残器，和你手上这件有异曲同工之象。既然是同行，就实诚点。大哥，你这东西是盗出来的仙货还是干货？除了贺兰山下的亡灵，西夏有规格的墓葬几乎没有听说过。莫非你曾摸过西夏大墓？小兄弟，你知道的不少啊。贺兰山下的西夏皇陵几百个盗洞，早被盗的毛都不剩了。这件东西是我从一个护特人手里买回来的。根据秦兴平自己的交代，护特人算是居住在贺兰山沙漠一带的少数部裔，少数后裔可不是少数民族。我们国家地大物博，说的是56个民族，可真实情况却远远不止。而护特人在沙漠里跟着族群生活，族群与世隔绝。不过平时有一个名叫阿吉的护特人，我也时常跟他做交易，我拿他的东西也不收钱，说你要想要这块石雕的拿手即换。卧槽，还有这种好事，要是能碰上那人就好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一部手机就能换到，太爽了。这么说来，你认为这块石雕的出土地点可能有大坑？没错，咱们金哥在邯郸碰上了，这也算是一种缘分。干这活没人手可不行，怎样王把头，敢不敢搭伙劈一车？听到这句话，把头扭头问我：云峰，你觉得呢？我比你小不少，厚脸叫您一声秦哥了。是这样的，秦哥，我觉得事情可为，但不是现在。一来我们把头伤还没养好，行动不便；二来呢，是我们这次来邯郸是有些私事要办。你说想拼车去找贺兰山里的那个什么部落，可以，但我们得先处理好自己这边的事情。互相留了手机号，秦兴平带着那块石雕走了。云峰把头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去盗墓挖土是吧？我手上有的是力气。要是小红在就好了，咱们现在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难。此时赵轩轩正远远地坐在凳子上修指甲，我一把把他拽。他把头，红姐不知道在哪，我们可以让她学着当后勤帮忙，况且她这么小不会引人注意。赵轩轩收起指甲刀，样子有些手足无措。豆芽仔呵呵一笑，摇头道：大小姐大腿还没我胳膊粗，以前跟着老舅跑船我可是见过，这大小姐穿衣服都得有人伺候，除了喂狗花钱啥都不会，怎么能当咱们后勤？你上一边去，谁都不是生下来什么都会的。我刚开始散土怕得要死，人都掉河里了，你也不小了，要是有朝一日还想回香港查明你老爸死因，那就跟着把头好好学。第二天上午早早退了房，我们一行4人动身前往赵王宾馆，把头跑去前台打听刘爷的下落。可遗憾的是，任嘉宾不愿意透露乞丐刘的消息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看着女服务员小心说了这3个字：长春会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前台服务员说，乞丐刘每天早晨5点半都会在南明河公园健身锻炼。而我们找了半天，却看见乞丐正坐在广场椅子上，穿得又破又烂，脚下放着一个同样破旧的搪瓷茶缸，正2手揣着袖子打盹。他搪瓷缸里都是5毛1毛的零钱，1块的都很少。是王先生啊，吓我一跳，你们来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啊。咦，这2小孩是谁？刘爷不要见怪，这2人是我们团队的新成员。哦，之前那女娃子和那兄弟俩呢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找刘爷你的原因。我坐轮椅说到底也是因为长春会的报复。小红和孙大现在下落不明。乞丐刘收起讨钱用的小搪瓷缸，脸色阴沉地说：看来小柳头没死，那帮人是跑出来了。先生啊，
作为老朋友，关于你的事，我单方面给你2个建议。第一，我找人帮你牵头，问问长春会到底想要你们怎么样。我个人不怕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拿我怎样。第二，一条路走到黑，选择和他们死磕到底。长春会如今已不是50年前了，88年出走的那批人大部分还健在，你们加入他们抱团取暖，总好过自己单打独斗。听了乞丐刘的话，把头看着我点了点头。我看着乞丐刘躬身，回刘爷，小柳头为人阴险，屡次3番迫害我们的团队。红姐一事过后，我们和长春会之间已无和解可能，所以我们选择第2条路。好，好，好，怕他个球！我老乞丐就是喜欢这么有骨气的人。随后的那段日子，我们在赵王宾馆住了下来。乞丐刘帮我们问了，对方反馈回的答复大概意思是，想加入可以交入会费，给20万才能见面。把头，你怎么看？云峰，你这么算，咱们一条命平摊下来才几万块而已，还是值得的。我还有些积蓄，划出25万来，20万算我们登门拜访的会费，余下5万块当活动经费。那行，既然如此，我老乞丐就给你们搭这个桥了。长春会知道你们和赵女士有了交集，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找你们。这几天把头伤情好转了不少，基本能从轮椅上下来行走了。告别乞丐刘之后，当天我们就和秦新平一起去了银川。如果想要找到户特人，可以去贺兰县的银天农贸市场打听打听。我听说那里一个老板有个小女儿，他小女儿在银川日报社当记者，好像采访过户特人首领。你找到那人问问看吧。那行，等到了地，云峰、豆芽子，这是你们去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名记者。到了银天农贸市场，我找了个卖肉的打听，想寻找老秦口中说的那个人。市场卖肉的开始不想搭理我，我买了2斤牛肉，他态度马上大变样。你打听的是老甘吧？他在西区43号卖干货的，到那里就看见他了。老甘很好认，脑门上有道刀疤。提着肉在市场里转了一圈，豆芽仔突然碰了碰我，示意我往东边看。我和豆芽仔结伴走了过去，我笑着把肉放一旁。甘叔好，给您带了2斤牛肉。你们是？我们是你女儿同事，有点工作上的事想找她。小璇刚通知我说他中午带朋友回来吃饭，你们太客气了，还带肉，正好中午别走了，留下吃午饭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老甘的女儿回来了，戴眼镜的小女儿叫甘璇，在当地银川杂志工作。我告诉她我们是青年地里的，便要求她为我们指点1、2。下午她就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咖啡厅。到了咖啡厅，甘记者问我和豆芽仔，加糖加牛奶还是加奶精？不用了，平常我都喝原味的。我也一样，来杯原味咖啡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咖啡不错，味道正宗。开始谈正事，甘记者包里掏出个信封，他打开信封，里面装的都是照片。照片中的人穿着奇怪草皮衣和兽皮衣混合，脸上还涂着白色颜料，对镜头很闪躲。这组照片是我去年拍的，地点在沙漠里。户特人没有固定住所，每次沙尘暴来袭，户特人都会提前往沙漠深处迁移。当时我们水源竭尽就要放弃了，能找到他们也是运气。要是我们这次想请你呢，请你带领我们寻找户特人部落。请我？平常倒是可以，但现在不行。我刚接手了贺兰山养殖机的采访任务，暂时没时间。我给几位推荐个人，你们去找他看看。说完，他找服务员要来纸笔，写了个地址：义溪驼队，商关明。你们去找姓商的这人，他驼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向导。要是你们出发前我忙完了报社工作，没准可以结伴出发。我们以青年地里的身份去找的商关明，这人对我们很热情。见面后，把头直接挑明来意，想从他们这里找一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路。没问题，小周，把老张叫来。老张，我介绍下，这几位是青年地里，想让你帮忙做向导。等忙完回来，我再给你放3天假。老张，我介绍下，这几位是青年地里，想让你帮忙做向导，我批准了。这几天你工资翻倍，等忙完回来，我再给你放3天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商总让我做向导，就是把诸位的安全托付给老张我了。路上诸位要听我的。阿拉善远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安全，沙漠里有暗流沙坑，有黄吃人，这季节也有可能遇到沙尘暴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听我指挥。其他我都听说过，黄吃人是什么？那东西可厉害了，希望我们运气好，别碰上。还有，你们开什么车？水源备的怎么样？我领着他看了我们的后备箱，当然那些旋风产类盗墓的东西没让他看。向导检查了水源和车况后说，瓶装水应该够用，但这种车子不行。什么？这可是越野车，切诺基知道不？怎么不行了？难道不开车，我们光靠脚走路，那不得累死人啊！哼，切什么鸡都不行，那边就是驼场，过去一人挑一头骆驼。我们此行一共选了6匹骆驼组成了驼队，多选的骆驼一来要拉着行李工具，二来也算当个备用骆驼。
赵轩轩熟练地骑在骆驼上拽着缰绳，向导老张笑着说：“这位姑娘姿势很标准啊，以前骑过。我家里原先有个马场，我小时候就会骑马了，感觉骑骆驼和骑马也差不了多少，大同小异。”晚上8点多，我们的驼队到了67公路，这里已经是在阿拉善沙漠边缘了。横穿过公路往里走，就正式进了阿拉善。在向导老张的建议下，我们沿着公路扎了棚包，晚上围着篝火吃着热食。按照咱们驼队的行进速度，大概明天傍晚就能到第1站模子坟。张叔，你不看地图能认清方向？沙漠里可没公路，别把我们领岔到了。瞧你说的，我从小在阿拉善长大还不知道这，在这里地图不管用，往往上个月做了标记画了地图，下月沙尘暴一来就会改变地貌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另外你们晚上睡的时候也要注意，这里常有太攀蛇，注意点别让它给咬了。晚上不敢全睡，得轮着班看守骆驼放风，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。我排的班在后半夜2点到4点，在我前面是秦新平、梅让把头和赵轩轩守夜。大概1点半，我准时起来换班。秦新平正看着火堆抽烟，像是有心事。秦哥，去休息吧，换我来看着。我没事，你可以多睡一会儿的。来，抽口。席地而坐，我点着烟抽了一口，有些辣嗓子，和秦新平聊了起来。云峰，你还没女朋友吧？想过什么时候成家吗？哪敢张啊！咱们这种人四处乱飘，指不定哪天就进去了，也没有女孩子敢跟，所以我早就打算好了，35以后再说。那女孩怎么样？说实话，长得挺俊的，我看你俩挺合适。你说赵轩轩，你别开玩笑，我和她只是朋友关系，人家可是大小姐命。哼，切，未必，大小姐能干盗墓这种脏活，我看是大小姐身子，丫鬟命才对。而就在我和秦新明聊得尽兴的时候，他忽然猛地站起来。谁？怎么了，秦哥？奇怪了，刚刚明明看到有个黑影的，怎么眨眼就没了？黑影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可能是刚才困了，看花眼了。那我回去睡了。有什么事直接喊我，有什么事直接喊我。我看着他钻进了棚包，半小时后添了柴。我看着火堆发呆，突然一声尖叫从赵轩轩棚包里传出来。我飞奔过去，掏出随身藏的小匕首，一把拉开了棚包拉链。赵轩轩眼神惊恐，见来人是我，他钻出来一把就拽住我胳膊。刚才有只手摸身上了。什么？摸你哪儿了？摸的屁股。这时把头向导老张和刚睡不久的秦新平也醒了，只有豆芽仔还呼呼大睡。我把刚才的事儿告诉了他们，把头疑惑地看着向导老张。向导老张脸色一变说：“再有2、3个小时天亮了，都别睡了，把那个年轻人叫醒。”才几点啊？豆哥这里开会呢，让不让人睡了？我们有可能碰到沙骡子，这东西以往只听老人说在沙漠深处有活的，可咱们现在是在国道边上扎营，不该呀。沙骡子那是什么东西？是动物吗？我也没见过活的沙骡子，只是在我很小时见过一只死的。我记得当时我奶奶把沙骡子剥了皮卖给商人了，卖了500多块，一张皮比老虎皮都贵。老张介绍，沙骡子是一种生活在阿拉善绿洲深处的猴子，它们会穿衣服，身高1米出头，动作迅速，正常人根本抓不到。赵轩轩知道可能是猴子摸过他，脸色十分难看。至于豆芽仔，则是在一旁骂骂咧咧：“管他什么沙骡子，他们要再敢打扰小爷睡觉，我一刀砍死一个。”年轻人可别这么说，我奶奶活着时说沙骡子心眼小记仇，你说这话万一让他们听到了，不是给我们自找麻烦吗？哼，小爷在此，一帮犊子还敢翻天，再找事弄死你们！不知道是不是豆芽仔的话起了作用，直到天亮，驼队都平安无事。一行人在向导的带领下继续深入阿拉善，随着越走越远，渐渐的，我发现脚下的沙子越来越厚，天气仿佛也越来越热。喂，放着骆驼不骑，非得走路，真搞不懂你怎么安排的。我们才刚进来，现在条件不算艰苦，先让骆驼休息，等到了下一段路程再说。说的在理，咱们听话，先就这么走着。到了，这里就是模子坟。眼前的地理景象很奇特，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出现了很多椭圆形沙丘，远远看过去，这些小沙丘就像是一个个小坟墓。有区别的是，这些看起来像坟的沙堆前并没有墓碑。几十年前这里是矿区，那时候还有很多树，这里出产一种优质玛瑙，叫阿拉善玛瑙。那一排排像坟墓的沙堆，以前其实是开采点，沙子掩埋就造成了这番奇景。市场上玛瑙类宝石价格最高的就是阿拉善玛瑙，人们称这种玛瑙是无根之物。早年都是非法偷采，管控过后，这些模子坟被人简单掩盖了，绕着这些小沙包走，因为里面有可能是空的，要浅一点还好，深的话人掉下去就完了。那行，都绕着走吧。云峰、轩轩，
你们注意点，别踩到模子。大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还好这坑不深。云峰，你在看什么？豆芽子呢？人去哪了？刚刚不是在我后面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救命！我操！快去看看！随着豆芽仔的声音的方向，我们走了过去。到了一看，豆芽仔不知道因为什么，竟然一脚踩空，连人带骆驼掉了下去。还看着做什么？赶紧拉我上去啊！等等，先别过去，这是暗流沙坑，先绑上缰绳，不然会连人一块掉下去的。而就在我绑着缰绳准备拉豆芽仔的时候，这是沙坑突然一下子就陷了下去。向导老张一把将我拽了回来。向导老张劝道：不行，人已经掉下去了，这坑还不知道有多深，要不还是报警吧，他们有专门的加固工具，安全性更大一些。那怎么行？就照着之前的办法。云峰，你下去，小心些，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给信号，我们把你拉上来。我能猜到把头担心什么，因为我们压根就不是什么青年地里，一下去降落过程中头顶不断往下掉沙子，所以看出来这里的结构很不稳定。坑的深度大概有15米，到了顶，打着手电筒看了看四周，就看见一只骆驼躺在地上，已经摔死断了气，可我却并没有发现豆芽仔。怎么可能？这么高，人跌下来不见了？我叫了2声，没人回我。这时我听到上面把头的喊话声：云峰，人怎么样了？找没找到？下面没人。什么？你再仔细看看，那么大一个人怎么能没了？再找找。云峰，人怎么样了？找没找到？下面没人。什么？你再仔细看看，那么大一个人怎么能没了？再找找。随后跨过骆驼尸体向里走，很快我发现了不对劲，地上有一滩血，有被拖拽的痕迹，颜色鲜红，分明是人血留下的。我打着手电筒顺着血迹照过去，发现了一扇门。老张不是说这里是废弃的玛瑙矿洞吗？怎么会有门？拉开门，里面空间很小，地上零零散散有几个空水瓶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豆芽仔。芽仔，芽仔，你快醒醒！别动！谁说了叫你别动？我问你，是不是老金派你来的？我不认识什么老金，我是研究所的，不知道这里住着人，我下来是为了救我同事。他看了昏过去的豆芽仔一眼，语气带着狐疑，将信将疑的皱着眉头，松开了顶着我后腰的刀子。云峰，你在哪？我们怎么看不到你了？你快上来啊！我没事，找到芽仔了，这就准备上去。大哥，我能不能带我朋友走了？不打扰你了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吃的？有，你让我把朋友送上去，我们驼队带着充足的食物。有什么吃的？有压缩饼干、牛肉干，还有在银川当地买的一些烤馕。我帮你把这人弄上去，作为交换，你们要分给我一点食物，否则我一刀捅死你们2个。就这样，谈好了条件，这男人和我搭伙抬起豆芽仔走了出去。我们一出来，把上面的众人吓了一跳。云峰，这是谁？我解释了半天，只是说在下面碰到了这人，并没有把他用刀威胁我的事说出去。随后前后共分3次，腰间缠上登山绳，把头他们把我们3拽了上去。那男的看着我手里的矿泉水，干吞咽了几下喉咙。给你，这里还有食物，吃吧。你慢点吃，不够了还有，别噎着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躲在洞里做什么？这男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开口道：我是干掏工的，半年前我和朋友们搭班子来这里碰碰运气，结果出了事。他又跟把头要了瓶水，断断续续讲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事情讲清。老张，这人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估计这事儿是真的，他连金凤凰都知道。金凤凰和金雷凰是哥俩亲兄弟，这2人是银川很有实力的商人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阿拉善玛瑙突然开始价格暴涨，金氏兄弟几乎垄断了整个阿拉善70%的玛瑙原矿。我叫阿扎，银川本地人。半年前，我们一个4人组成的小团队，我们偷挖的玛瑙矿就是那个什么金凤凰金氏兄弟的。而近段时间，我们无意中挖出来1块血玛瑙，结果消息走漏出去了，金氏兄弟立马发现了我们4人，我们有2个兄弟被他们活埋了，而我和另外1名同伴侥幸躲了起来，装作失踪，不敢回家。那后来呢？你说的这块血玛瑙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在我同伴那里。我将信将疑的看了他一眼，却看见他不经意的看了看他的背包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什么血玛瑙真不在你手里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道上谁都知道，那块血玛瑙的价值已经超过了480万。那东西要是在我手上，我早卖了。要有了480万，金氏兄弟还敢对付我？这时候把头处理好了豆芽仔的伤也走了过来。阿扎见到把头，便要求把头带着他一起走。把头考虑了2分钟，说道：可以带上你，可以带上你。
但等我们找到护特部落时，就该分道扬镳了。那时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处理。那头骆驼体型大很重，我们拉不上来，无奈只能拿了豆芽仔的东西后遗弃了那头骆驼。老张说骆驼死了，回去后我们肯定要赔偿老板一点钱。我们把豆芽仔的装备挂到了备用骆驼上。老张蹲地下嚷了一把沙子，感受影响。西北风，今天应该安全，我们继续走吧。按照我们的速度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再走上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背风坡。那就走吧。张老弟经验丰富，我们听你的安排。小轩，你手轻，路上你负责照顾牙仔，看着点他，别让他从骆驼上摔下来。越往里走，黄沙越厚，西北风刮得比刚才大了很多。我们用沙巾包好头，继续踩着沙子牵着骆驼赶路。老张预估我们到下一站要走2个小时，而实际上我们多走了1个多小时。背风坡其实就是一堵60度角的大沙墙，怪不得叫背风坡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要在背风坡那里扎营了。各位都准备一下，将营地扎在沙墙的后面。众人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天黑之前扎好了营地。沙漠里能烧的东西不多，老张凭借他丰富的经验找来很多风滚草和干仙人掌。晚上点着篝火后，所有人围成一圈，看着火上的铁锅。铁锅是老张带的，煮肉汤用的水是瓶装水。走了2、3天了，这算是第一顿吃上了热乎饭了。我正呼呼吹着热气吃着饭，豆芽仔这时候醒了，水，我要喝水。怎么样了，牙仔？没事吧？疼死我了，那一下可把我摔惨了。看来你什么都知道啊，那应该没事了，喝点热汤吧，我帮你泡了半个烤馕。谢谢赵大小姐。吃饱喝足了吧？照惯例要留2到3个人守夜，你们……众人还没开口，阿扎抢先一步说道：“诸位，很感谢诸位收留我，守夜这活儿就交给我吧，我之前白天已经睡觉了。你也不用一个人守一整夜，咱俩换班，我前半夜你后半夜，其他人都去休息。你行吗，秦哥？要不让我来吧，我身体还行。不用了，白天你拖豆芽仔上来呀，费了不少力气，就让我来吧。”这次大家伙都没说什么，在沙子里踩了一天，困意来袭，大家早早钻回棚包里睡觉了。睡到晚上1点多，我起夜小姐出来后，我看到阿扎正背对着我，鼓捣着他那个背包。这家伙在那干什么呢？大半夜的，整得跟个贼似的。干什么呢，阿扎？刚和秦哥换了班，没事儿，口渴了。我记得我包里还有半瓶水来着。困吗？困的话你去休息，我替你。不用，我白天都睡够了，夜里根本睡不着。你赶快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那行吧，那我先去睡了。一夜无话，等2天天亮，我是被吵醒的。外面向导老张嚷嚷着什么，声音很大。出来我才注意到，顾光老张、把头和老秦一脸铁青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扭头看了一圈，发现了不对劲，我们的骆驼少了2只。骆驼呢？我们的骆驼怎么少了2只？肯定是那个小子，从一开始我就看他鬼鬼祟祟的。再说了，什么样的人能钻沙洞里过日子？肯定是他。这时，秦新平慌慌张张的跑过来，脸色很难看。清点过了，剩的食物和水不到原先总量的1/10，我们这下麻烦大了。那小子是后半夜跑的，离现在不过2、3个小时，要不我们派人去追？不行，阿拉善一望无际，都是黄沙，没有参照物，没人知道那年轻人走的哪个方向。要是风大的地方，骆驼走过留下脚印，15分钟就会被完全掩盖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当务之急是整合队伍，合理分配剩下的水和食物。是啊，我同意老张说的，吃的先不说，我们5个人却只有9瓶水，照正常的量法都不够1天的。原先可是备的10几天的量。先不管了，都省着点喝，每人先发1瓶，剩下4瓶放我这里保管。得抓紧赶路了，北风坡到月牙绿洲路程是最长的，正常走的话要3天半左右才能到。上午时间耽搁了不少，感觉驼队没走多长时间就到中午。豆芽仔热得口干舌燥，他顶不住，拧开那瓶水一仰脖，咕咚咕咚喝了半大瓶。小轩骑着骆驼离豆芽仔最近，他踢了豆芽仔一脚。你怎么那么没毅力？1瓶水就不能小口省着点喝？没听张叔说吗？我们还要2天才能到。你管我啊？有水不喝，干嘛可着自己？你随你便，不理你啦。你怎么那么没毅力？1瓶水就不能小口省着点喝？没听张叔说吗？我们还要2天才能到。你管我啊？有水不喝，干嘛可着自己？你随你便，不理你啦。这时把头擦了擦汗，看向老张问：太阳太大了，要不我们找地方休息一下再走？我怕大家伙脱水啊。我看怕是不行，这里没阴凉地方，坐着也是热。再往前走走看。也是我们运气不好，往后接连走了几个小时，
一直到太阳落山都没找到所谓的阴凉地，众人只好原地扎营。我一路强忍着，此时才敢拿出水喝了点。豆芽仔分的那一瓶下午就让他喝完了，也不知道他明后2天怎么过。随后豆芽仔可能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便厚着脸皮去跟老张要。看你是病号，那我就破例一次，这瓶药再喝完真没有了，省着点喝。豆芽仔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这次忍住了。一夜无话。第2天，生生走了1天，除了老张包里还有1瓶半水，其他所有人的水都喝光了。这天起了风，漫天黄沙飞扬，我们驼队在老张的带领下走成一条直线，这样每人都能看到身前的同伴，防止走丢。突然间，头前带路的老张突然不走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张叔？风太大，我记错地形了，我们走偏了。这里不是月牙绿洲的路，我们到了蚂蚁沟。蚂蚁沟，这什么个地方？咋听这名儿不太好？听了老张接下来的解释，众人面面相窥，脸色难看。之所以叫蚂蚁沟，是因为这附近常有行军蚁出没。行军蚁可以在体温高达50多度后仍能保持活力。我们没水了，本来我预估明天能到月牙绿洲，如今到了这里，眼下我们也只能穿过蚂蚁沟了。我可听说沙漠里的蚂蚁能吃人，有小鸡仔那么大，我们不会被大蚂蚁吃了吧？行了，牙仔，快闭上你的乌鸦嘴，专心听张叔怎么说。没那么夸张，行军蚁只比普通的白蚂蚁大一点，但咬到人伤口很疼，只是这蚂蚁有毒。卧槽，还是有毒的蚂蚁，那不更完蛋了？是啊，的确有些危险。行军蚁虽然耐高温，但是耐高温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它们最怕沙尘暴和大风，只要风沙一起，它们就会躲进巢穴。现在正好起了风沙，只要风停之前我们穿过了蚂蚁沟，就不会有危险。那还等什么啊？赶紧走啊！不走难道等着风停了毒蚂蚁来吃我们？赶紧走啊！不走难道等着风停了毒蚂蚁来吃我们？而走路没多长时间，老张又停下脚探了探，只见在前方离驼队不到3米的沙地上鼓起了个大包，偶尔还有零星几只黑蚂蚁在鼓起的沙包周围钻进钻出。老张用棍子指着那里说：“那是行军蚁的老窝，现在看是没几只，可下面空间大得很，人要是不小心一脚踩踏去，多少万只蚂蚁分分钟把人咬死。”妈呀，这蚂蚁窝比马蜂窝还厉害！大家都小心，下骆驼牵着走吧，别一脚踩上去了。我们牵着骆驼小心绕过了行军蚁老窝，把头抬眼看了看前方，说：“老张，我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了？现在风级已经接近7级了，沙尘暴的形成条件要3个：强风、沙子、无挡风地带。一旦风级涨到9级就危险了，得加快脚步。”而就在老张刚说完，风力却越变越大。赵轩轩体格最轻，直接被风给刮了起来，拽着骆驼飘在半空中。此时我立马爬上骆驼，拽住了他的另一只手。老张发现事情不对劲，扯着嗓子大声喊道：“不行了，时间不够，走不出去了。”那现在怎么办？老张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不然大家伙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我也没有任何办法。所有人待在原地，不要动，沙尘暴来了。牙仔、云峰，你们在哪？此刻大风夹杂着漫天黄沙，吹得人寸步难行。风沙越来越大，我隐约间仿佛听到了把头的喊话声，却看不见他人，因为已经睁不开眼。要是不抓住骆驼，感觉人都要被吹走。突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赵轩轩的呼救声。不行，风太大，我快抓不住了。坚持住，我抓到你了！闭上眼睛，捂住口鼻，我们一定能挺过去的。感觉过了好长时间，风力变得越来越小，我使劲抖了抖身子，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，举目四望，周围到处黄沙，把头不见了。老张、豆芽仔他们也看不见了。更让我感到害怕的，我没看到我们骆驼，强忍着不是大声呼喊了几声，在我身后不足5米处，我听到赵大小姐的回音：“云峰，云峰，我在这。”在哪呢？我没看见你啊！就在你脚底下，笨蛋，赶紧拉我出来！其他人呢？小轩，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？赵轩轩甩了甩头发，惊魂未定地说：“没看到，这里这么大，我们肯定走散了。”
此时赵轩轩一脸惊慌失措，显然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让赵轩轩先坐了下来。轩轩，越是这时候越不能乱。刚才的沙尘暴应该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我按照1个半小时算就是90分钟。如果5秒左右移动1米，1分钟就是10米左右。算下来，在不确定方向的情况下，我们最少偏离了半里地。那怎么办啊，云峰？我们东西都在骆驼身上捆着，死马当活马吧，在这里留着，等他们找来不现实。只有动起来，才有更大几率看到驼队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我看你气色不太好。云峰，我感觉身上没力气，要是能喝口水就好了。水，手给我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俩得脱水，到时把头找到我们也晚了。我拉起他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向西走。我们要去找水，因为之前进沙漠的时候，老张给我们做了分析。如果在沙漠中看到灰棘草和苔藓，说明这地方比较潮湿，把灰棘草拔了，顺着草根往下挖。如果越挖越潮湿，那么地下很有可能挖到水。傍晚和早晨时注意天空，如果看到好几只鸟盘旋着飞过，可以跟踪它们的行迹。若是运气好，鸟群的下方有可能存在水源。见到哪里长着灰棘草就停下来。我俩运气不好，接连试着挖了好几次，什么都没挖到。我们又尝试跟着鸟群走，结果是越走越失望，越走越疲惫。赵轩轩毕竟是女生，到最后已经走不动了。我不行了，我们估计要死在这里了。别说丧气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我看了看四周，随后尴尬地说道：“我们可以自己喝自己的。”赵轩轩脸色刷得白了，她原本是红心千金，吃的喝的用的都是最好的，可现在别说她，我自己刚说完就后悔了。就算渴死，我也不会喝那些的。不知是不是有损联想，他说着话不停干呕起来，拍了拍他后背。我劝道：“你不想回去了，你就打算死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你想想，等咱们死了，用不了了几个月就会被风吹成干尸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”别说了，我不听。我叹气一声，平躺在沙地上，静等着夜幕降临，认命了。赵轩轩眼神迷茫，嘴唇干裂，他挨着我躺下，我们俩一直没说话，已经没多少力气说话了。沙漠的夜景不是第一次见，但这天的夜景格外特殊，满天繁星的数量感觉比沙漠里的沙粒还要多。赵轩轩突然抬起手，指着天上一颗星星说：“云峰，我好像看到我爸了，我爸在跟我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我看到了冰封汽水、健力宝、红宝来，好像还有2瓶北冰洋和峨眉雪，还是冰冻的。是吗？听起来不错，能不能给我1瓶？当然可以，要冰镇的还是常温的？常温的吧，凉的喝了肚子疼。不，还是给我冰镇的吧。我伸手挡在眼前抓了一把，什么都没有。慢慢的，我们俩闭上了眼睛。要冰镇的还是常温的？常温的吧，凉的喝了肚子疼。不，还是给我冰镇的吧。我伸手挡在眼前抓了一把，什么都没有。慢慢的，我们俩闭上了眼睛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等我睁开眼发现还是晚上，可能到了深夜。身旁躺着的赵轩轩一动不动，我轻轻推了推他，没反应。轩轩，忽然间，我眼角余光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光线不好，全凭着天上的星光照明。眼前，在离我不到1米远的沙地上有几片绿树叶，抬眼看去，前面的沙地上也有几片绿树叶。这里怎么会有绿树叶？难道是有人故意放上去的？不管了，先带他离开这。把赵轩轩胳膊搭我肩膀上，我用力把他拽起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我就跟着地上那些绿树叶走。赵轩轩又摔倒，此刻已经很虚弱。起来啊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们一定能撑过去了。我越走越惊喜，甚至有一刻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。现在是在梦中，因为那些树叶上的沾着的露珠越来越明显了。步履蹒跚的走了20多分钟，眼前突然出现个大斜坡，斜坡下零零散散落着几片绿叶。由于现在时间是晚上，人的视力有限，斜坡下的情况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一片黑。思来想去，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。如果底下阴暗处是个小型绿洲，那我俩就得救了。若是没有绿洲，只有树，也很有可能找到能喝的水源。小心点，慢点下。沙子有流动性，何况还是这种坡度。我俩摸索着才下去10几米就失去了重心，人带着流沙，硬生生滚了下去。这下面是黄土，不是沙子。那是树吗？云峰，好像是。走，过去看看。黑暗中模模糊糊的有棵大树的影子，能隐约看到黑色的树冠轮廓。走过去一看，我吓到了。沙漠里不都是胡杨和沙冬青吗？这是什么树？长这么大？而当我走近一看，我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棵树很像一个瓶子，
琢磨了一下，见四周没有其他的树，我便硬着头皮将这棵树的树皮给扯了一块下来。突然间，树干上立即咕嘟嘟冒出来一股淡白色树枝，我沾湿手指放嘴里尝了尝，有些激动。水，这是能喝的水。轩轩，我们有救了。这时候的赵轩轩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淑女形象，我也顾不上树皮干净不干净了，当即就凑过去用嘴接着喝了起来。你看吧，咱俩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。等明天天一亮，咱俩去找点存水用的东西，有了水就能赶路。要能看到把头张叔的驼队，咱们就算死里逃生了。云峰，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奇怪？哪里奇怪了？你看这地不像是有人故意做的，地上也没长其他杂草，难道不是有人修理过的？赵轩轩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有点奇怪，但两人商讨片刻，却也是毫无后续。不要多想了，赶快抓紧时间恢复体力，天亮还有别的活要干。隔天早起，我想找东西存点水袋，让赵大小姐守在瓶子树这里，自己则是在大坑周边收集了一些仙人掌。你找这么多仙人掌做什么？这有什么用？能装水？我找这玩意不是用来吃的，而是想把仙人掌做成容器，用来储存一些树枝路上喝。赵轩轩此刻意识到了我的想法，便和我一起忙活了起来。做好后，远远看去，仙人掌就像那种扁壶，这个用来收集瓶子树的树枝一点都不漏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还行，不过就是感觉有点重。这没什么，能找到容器就不错了。先离开这吧。那咱们是往西还是往东？还是往西吧。直觉告诉我，咱们该往西。有这些，咱俩3、4天的水足够喝了。可得看好了，这就是咱俩的命。小轩，你发什么呆？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人，有人，那有人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远处几百米的地方出现2、3个小点，正往我们这里移动。真是人，难道是把头他们找过来了？我和赵轩轩大喊着朝那边挥手，远处那几人停顿了几十秒，应该发现我们了，正加快速度往这边赶来。走得近了我才看清楚，不是把头，这几人也不是我们驼队的人。难道这几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巴特人？各位，我们是从大城市过来的，在沙漠里迷了路，我们要找护特人部落，请问你们是护特人吗？2男1女互相看了一眼，叽里呱啦说了一堆，我听不懂他们说话，他们说的不是当地银川话。过了几分钟，那戴着大耳环的女孩指了指我，又往沙坡下指了指，伸手在半空中比划了个形状，试图和我沟通。姑娘，你刚才比划的是树吧？没错，那底下有很大一棵树，瓶子树，那树能取水，你们也是来取水的。女孩听不懂我说什么，也不说话，立马拖过我手中的水壶，用手指沾着放嘴里尝了尝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挺好喝的？有股香味。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？这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事情有些不对劲儿，赵轩轩也一样，被戴耳环的女孩抓住胳膊拖着往下坡走。等到了瓶子树那里，这几人发现了树皮上的伤口，其中一人忽然对着瓶子树跪了下来，嘴里不断念念有词，听雨。再看他脸上表情，我这时已经意识到一件事，我和赵轩轩可能闯祸了，噼里啪啦拜了一通。随后这几人一左一右的将我们压了起来。云峰，这几个人要把我们带到哪？我怎么知道？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你怎么不反抗？你可是个男的啊！大小姐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几天没吃东西。再说，你看看那2男的胳膊都快顶上你大腿粗了，1对1或许还有机会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真跟他们走吧？别怕，这其中有误会。看看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。随后我和赵轩轩被人推进了一间土房，怕我们跑，还被他们用粗藤条捆住了腿。这时候身后突然有人说话：是你们？枉我和把头还当你是朋友，你就是这么对待朋友的？早知道你心眼这么坏，当初就应该把你丢矿坑里等死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咱们3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不就是拿了你们一点水，带走2匹骆驼吗？至于吗？一点？你拿走了多少？你小子有种再说一遍。见我又要生气，赵轩轩插嘴道：先别慌，云峰，听听这人怎么说。有一件事他说的对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怎么回事，我们总不能一直这么被捆着吧。接下来阿扎讲了他偷走骆驼之后，那一晚我拿着东西出来以后，远远的看到一堆篝火，篝火烧得很旺，顺着风声貌似还能听到人说话的嘈杂声。靠近了点儿，我发现是一群人正围着篝火在煮肉，结果他们要收保护费。听到这话，我一来气，当即就捅了那人10几刀，结果就被他们给抓回来了。那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收保护费？他们是
克雅人，据说阿拉善深处的克雅人是几百年前从塔克拉玛干迁移过来的，是一个神秘的族群，和巴特人有点像。对了，你俩又是怎么被抓进来的？该不会也是捅了人家吧？不是捅了人，是捅了一棵树，结果他们就把我给抓回来了。什么？你俩破坏了克雅人的神树？这事的性质相当于什么？你知道不？就好比一个虔诚的佛信徒，有天自己供奉了一辈子的佛像被人砸了，你设身处地的想想，换了你会怎么做？还能怎样？我是砸了他们种的瓶子树，但我同样愿意道歉赔偿啊！光天化日的，难道他们还敢杀人不成？等到了晚上你就知道了。我刚才可是听到一点儿，他们在讨论把你俩在神树点着烧了，怕不是要当做祭品贡献给神树。晚上11点多，门被推开，那个戴耳环的年轻女孩带着4、5名大汉走了进来。2名大汉突然一左一右把赵轩轩架起来，把他双手双脚都捆在了粗木棍上。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要打要罚，冲我来！树是我捅的，和他没关系。5分钟后，我被人按着把手脚绑在了胡杨树木棍上。走好，我就不送二位了。二位放心，等再过几天，估计克雅人就把我放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没捅你们的树啊，我是捅人的那个。你们搞错了。云芬，这帮人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去克雅神树，我们马上要被克雅人烧死了，都特么的怪你，谁叫你好端端砸人神树？怪你妈！你不偷我们的骆驼和水，我怎么会砸那棵瓶子树取水？别吵了，赶快想办法，再吵我们3全得死！你吼啥？没看我正在想办法？云芬，这帮人不会真的要把我们给烧死吧？你没看见吗？火把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估计这事是真的没商量了。快想想办法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没帮我爸报仇呢。离这么近，热浪烫得我脸上生疼。阿扎破口大骂，小轩害怕的闭上眼睛，他不敢看，因为马上下一个就轮到我俩了。巴格克，住手！巴格克，你给我住手！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戴着眼镜、穿着现代的女孩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。怎么会是她？云芬，你认识这个人？在银川的时候见过一次。刚到银川时，我们去见甘记者，当时甘记者身边有个戴眼镜的女孩，说是他同事。这女孩就是那个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女孩的原因，当天我们3人就被巴克人给放了。女孩一脸歉意的走到我们面前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代替克雅部落向你们道歉。我们之前见过，我是甘记者同事，你们就叫我慧雅吧。慧雅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你也是克雅人？我的确是克雅人，也是第一个从部落里出去上学的克雅人，除了甘记者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你们不要见怪，神树是我们克雅人的精神寄托，事情闹成这样，也该收手了。而当天，慧雅说服了老族长，克雅部答应饶我们一命，但有一个前提条件，他要求我们3个必须诚心诚意的对瓶子树磕头道歉，以此来祈求神树原谅。最终我们3人都照做了。离开之时，我也将我们要去找护特人的事情告诉慧雅，他给了我一份羊皮小地图，上面用木炭标明了几处据点类的景点。你们人现在在这里，护特人大概在这片地区活动，我只能帮你们这么多，祝你们路上顺利。谢过慧雅。我们带着一点水和地图离开了克雅部落。离开克雅部后，阿扎远远跟在我和小轩身后，他背着那个双肩包，始终和我们保持着40-50米距离。喂，你小子跟着我们干嘛？谁跟着你们了？阿拉善沙漠又不是你家后花园，我只不过正常走路而已。不要脸！云芬，咱俩晚上可得小心，这小子一肚子坏水，手脚还不干净，没准又想偷咱们什么东西。晚上，我们选择在一棵胡杨树下露营休息。阿扎远远坐下来吃着干粮，挥手朝我们这边致意，升起火堆。我守在火边到了深夜，就这么看着那小子。我2大晚上的大眼瞪小眼，反正他不，我也睡我不睡。阿扎受不了这样，率先开口喊道：云峰，咱们和好吧，没必要这样吧，多难受。和好？开什么玩笑？和好了，等我们睡着好再让你偷我们东西。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那天在翻你们东西的时候，我偶尔发现了一些意外的东西。你想怎么办？简单，不管你们想在阿拉善里挖什么宝贝，都要算我一个。那我要是不带你呢？不带我玩，那就不好说了。那就不好说了。云峰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张嘴啊，最近出了毛病，闭不言实，老是想着跟人说点什么。你威胁我？谈不上，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。阿扎左右看了看，见周围没人，他打开背包，拿出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黑石头。这是你们挖到的那块阿拉善血玛瑙？没错，怎么样，够诚意吧？只要你们带着我去挖宝贝，我就承诺这块原石，到时候也有你们的份。行，没问题。但我丑话说在前，要想让我信你，路上这东西得交我保管。没问题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隔天小轩睡醒，
见到我和阿扎这样，揉了揉眼，不敢相信。我没看错吧？云峰，你们俩……美女，我和云峰昨晚已经结拜成了好兄弟，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。现在咱们三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云峰答应我加入你们团伙了。小轩人都看傻眼了，我也搂着阿扎点头，但我知道，我和阿扎心里都藏着鬼。吃完干粮，我掏出羊皮图研究了一会儿，已经确定了大概要走的方向。阿扎走在前头，我和小轩在他身后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答应带他了？那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撒谎答应他了而已。是因为这块原石吗？要不咱们……小轩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。你牛逼，我是真佩服你，但你敢干？这里荒无人烟，就算咱们干了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没有人知道。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？还不快走！万一再碰到沙尘暴怎么办？来了来了，那里就是图上标的绿洲吧？快走啊！感觉我们三像《西游记》里取经的三徒弟，我是大徒弟，小美女你是二徒弟，云峰你是三徒弟，再凑个上岁数的当师傅，正好。哎呀！你小子骂谁？你才是二师兄，你才是猪！等一下，你们别吵了。这是……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应该是把头他们留下的，像刚被扔掉不久。看到那排骆驼脚印，我有些激动。这大概率是我们驼队留下的。除了我们，还有谁吃饱了没事干来这荒无人烟的沙漠？阿扎蹲下来看着脚印说：“他们人多，骆驼多，走不快。我们现在轻装上阵，没准能追上。不急，好不容易到了绿洲附近，怎么着也要补充水源，分头行动。这里空气湿润，胡杨树长得这么好，肯定有水。阿扎，你去找找看哪里有水。我和小轩去找仙人掌做几个水壶。离开克亚部落不是带水了？那不够，没带多少。事不宜迟，赶快的，1个小时后碰面。”阿扎说完话，向着南边走去。见到阿扎走远，我顾不上说话，拉着小轩快步向前走。云峰，你等等我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咱们不是找仙人掌吗？找个鬼的仙人掌，咱们去找把头，让那小子自己去找水吧。小轩这反应过来，紧跟着我一路小跑，一边跑我一边回头张望，看阿扎有没有跟上来。我背着双肩包，包里有那块血玛瑙。鬼才管那小子死活，那小子把我们害这么惨，找水时迷了路才好。喂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你们跑那么快做什么？你们跑那么快做什么？累死我了，云峰啊，怎么还是不要这仙人掌了？我感觉有点扎嘴。我表情恢复平静，接过来仙人掌开始做点壶，在胡杨树林北边取了水。三人继续上路，一路上阿扎和我有说有笑，也是运气好。我们当天傍晚碰到了把头，把头见到我和小轩很高兴，但当他看到阿扎那张脸，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年轻人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？那你知道我接下要跟你说什么？听着，东西是我们的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懂？好，那我再说一遍，之前的事我不追究，作为赔偿，云峰包里的东西归我们了。我是云峰师傅，同时也是团队负责人。你不是想要跟着我们去盗墓？我不同意，听清楚了吗？可以滚了。我走了，你就不怕我去银川警察局举报你们？举报可以，去吧，我就怕你不敢在银川露头啊。阿扎忽然笑了，我们几人目送着他离开，等到快要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时，阿扎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对着我们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你大爷的，你有本事再给我比一下。送走阿扎后，我们就一路继续前行。几个人正说话的功夫，我忽然看到远处出现2个人，穿着长裤小马甲，正在用鞭子赶羊。那2小孩见我们这么多人还骑着骆驼，当时就吓着了，赶着羊就想跑。别慌老乡，我们没有恶意。牙仔，你一边去，这2小孩啥时候成你老乡了？净说不靠谱的话，你瞧把孩子吓的。走吧，他们要带我们去他们的部落。下次别这么莽撞了。库特人住的房子类似那种北方地区的土窑洞，窑洞口也没门，有奢侈点的在洞口挂着羊皮毯当门帘。这些窑洞一排一排的很集中。等见到部落里找来的会说普通话的这名翻译，情形挺乐。翻译是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，除了黑了点还挺帅的，五官立体。阿吉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跟你介绍下，这些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是青年地理报社的。这伙人想跟你打听个事，做段采访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你们问吧。小伙子，你以前不是卖给秦先生一块石雕？我想问问，那块石雕怎么来的？那石雕是部落里一个叔叔挖到带回来的，那个地方不好，离这里很远的。那地方有黑色的石头、黑色的草、黑色的水，还有黑色的毒蛇，那里有危险。不过我还是劝你们别去。卧槽，黑色的石头，黑色的草，这不是就说的是传说中的哈拉浩特黑水城吗？阿吉，帮叔个忙，你不说这人去过那里吗？你说服他，让他带我们过去，
事成以后叔再送你台新手机。阿吉听后想了想，握着拳头说：“上次你那手机不好，只能玩贪吃蛇。新手机有没有推箱子？推箱子？把头的波导手机上不就有吗？草嘞，太好了，先试一试。阿吉，试试这个，这个好玩，只要你答应让人带我们去，就送给你。”阿吉一玩就上瘾了，简直爱不释手，手机都快贴脸上了。秦星平暗暗对我比了个大拇指。良久，他放下手机，然后说：“你们人真好，那好吧，我答应让叔带你们去，不过事先说好，不许反悔。这个手机是我的了。”没问题。那好吧，你们先住下来，等我和我叔商量下，然后就带你们去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里哪有洗澡的地方？我要洗澡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里哪有洗澡的地方？我要洗澡。洗什么澡啊？沙漠里沙子这么多，随便弄2把搓一搓不就完事了吗？滚！我不想和你说。阿吉，到底哪里有洗澡的地方？身上痒死了。阿吉指着远处说：“月牙绿洲的胡杨树林里有个小水池，你可以到那里洗。晚上我一个人去害怕，云芬你陪我去。”啊，这合适吗？拿了洗漱用的东西。那晚我和赵轩轩去钻了小树林，从护特人窑洞这里到月牙绿洲小树林，大概要走半小时。这时候天上全是星星，月亮也很好，月光把小树林照得非常亮。小水池里的水都是雨水，经过沉淀后水很清。这时小轩说：“你帮我看着点，我先洗，等我洗完了你再洗。”好，你洗吧，我帮你看着点人。他拿着毛巾走过去2步，又突然回头说了句：“你不许偷看。”你洗吧，绝对不会偷看的。过了能有5分钟，身后传来悉悉索索脱衣服的声音，随后有轻轻的入水声传来。我严格告诫自己，别动歪心思。起初我做得很好，说不看就不看，我就像一棵人形胡杨树站那里一动不敢动。可后来就不行了。这时忽听到前面传来一声尖叫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蛇，水里有蛇！我忙跑过去趴那里看，看了好半天才发现是虚惊一场。原来水底的不是蛇，是胡杨树的树枝，因为月光折射的原因，看着像条蛇。你想多了吧？那不是蛇，那是胡杨树的树枝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看到蛇了。你还看？那晚我看了不该看的。小轩脸上疼的一下红了，他转过身骂我耍流氓。可问题是，他转过身子，我还是能看到。我被这件事搞得心神不宁，也没什么心思洗澡，只是胡乱抹了把脸。去的路上开始我俩都没说话，眼看着快到部落了，小轩忽然扭头对我说：“你刚才看到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”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他头发湿漉漉的，气冲冲踢了我一脚。那时候还不流行渣男这个词，如果有，我想我应该算是吧。隔天早上，阿吉带了一位年龄大概50、60岁的中年大叔。阿吉介绍过后，便就在一旁玩手机。这时把头也忙着跟这位中年大叔打招呼，我和秦新平则是在一旁商量着其他的事情。那个向导打发了吗？已经打发了，从邯郸带来的东西都在。昨天我和雅仔去打了水，随时都能出发。那行，等把头商量好，咱们就出发去黑水城。黑水城这里的地形是半戈壁半沙漠，地上的草都是淡黑色的。阿吉介绍，传说中哈拉浩特的黑将军住在这片土地上，黑将军的灵魂世世代代诅咒着蒙古兵。这里的草，这里的天，这里的土地和水源都受到了黑将军怨气的影响，变成了黑色。云峰，你先试试下铲子碰碰运气，看看这里地下土层结构。我转身从包里找出来了套杆式洛阳铲，就开始猛戳。不久后，一个优秀的探坑就打好了。看到洛阳铲带上来的散沙，把头皱眉说道：“有流沙层就不用再下了，铲子带上来一点，立刻会被流沙掩盖住，这样永远打不够深度。云峰，要不做个4角阵试试？”4角阵是盗墓贼的一种特殊手段，这种碗埋入地下后传音很强，埋好后人在那头趴地上小声说话，这头都能听到。如果听的声音是往下走了，或者是往别处扩散了，这说明地下存在传音空间。喂，听得到吗？我朝豆芽仔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又看向另一角，听了半天什么也没听到。我一看，原来小轩正在使劲吹气，人都吹嘘了。小轩，你别光吹气，说句话试试。我没开。这是几个意思啊？算了，反正能听到说话就行。把头，不用再打了，这地下什么都没有，声音不散。听了我的话，把头有些失望，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呼噜叔起身指着前方，他说的话我们听不懂。叔说再往前走能看到一口古井，那块石雕原先当井盖用的，他觉得有意思就拿回来。我和把头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疑惑。现代人谁都不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打水井，那肯定就是古代的水井啊。吃过饭后，我们跟着呼叔，没一会儿便来到了枯井这里。随后豆芽仔找来手电，照着古井里看了半天。我好像看到一堆烂铁片儿，我先下去看看。我看这井不算深，里面也没水，觉着应该没什么危险，便同意了让豆芽仔下井。豆芽仔很快拽着绳子滑到了井底。
卧槽，这是铁片儿！等豆芽仔把东西送上来，我们一看，这堆铁片生锈的厉害，正上方有个小眼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这些铁片以前会不会是串在一起的？这是以前打仗时士兵将领们穿的铁片甲。牙仔，再找找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。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，在这阿拉善最深处的一处枯井里，我们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有断成好几截的铁剑，锈迹斑斑的长矛头、箭头，还有大量散落的白巧克力，一层压着一层。这时，豆芽仔忽的大喊：“快拉我上去！这他妈是个死人坑！”把豆芽仔拉上来后，他还显得惊魂未定。不光是他，所有人脸上表情都差不多。叔说这是黑将军战死的士兵，我们打扰了黑将军的灵魂，我们会受到哈拉浩特的诅咒。不要慌，那些白巧克力也不全是西夏兵，因为我们发现的盔甲兵器数量远远少于遗骸的数量。换言之，井下的骸骨大部分都是百姓平民。老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咱们继续下井找东西，还是再找找看吧？除了烂铁片，没准还有值点钱的东西。那牙仔还是你下去。不，刚才我就是装个飞。云峰胆子大，我觉得还是云峰下去比较合适。你小子就是个怂包蛋，我下就我下。我在下面挖了大约半小时，很快便有了新发现。云峰发现了什么？一件玉器，成年人半个手掌大小。我吹了吹玉熊上落的沙尘，放到自己口袋里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仔细翻找一番后，又挖到了一些玉器。因为没带桶，呼噜叔借了他的草矿给我们，接连的掏挖，干累了就换人。轮到豆芽仔下井了。对不住了各位，这是乱藏井啊，风水不好，我把你们分批送上去，送你们上去洗一洗，晒一晒，拾掇自己。少废话，抓紧时间干活。豆芽仔忙活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挖到。呼噜叔又编了2个草矿，我和豆芽仔在井下搭火干。就在清理工作将要接近尾声时，我眼角余光一瞥，突然注意到有处地方很不一样。我指着豆芽仔身后喊：“等等，先别动！”嗨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云峰你研究啥呢？原来是块破瓦当。豆芽仔话还没说完，他脚下突然离的距离近，我下意识一把拽住他。叫你小子别乱动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疼死我了！阿头、秦哥，你们快下来看看。半小时后，其他人陆续下来，看了一眼被豆芽仔踩踏的洞口，众人都惊呆了。这里原来是个屋顶。我们现在正站在某处古代建筑的房顶上，井底竟然接着屋顶。把头趴着用手电看了看，开口说道：“这底下空间不小，可能是黑水城内的某处建筑遗址。通风20分钟，大伙带好工具下去看看。”下来后，我发现周围是石头墙，有几根6、7米高的粗木棍顶着屋顶。时间太久了，一半的木头已经腐朽。豆芽仔刚刚踩踏的地方，正下方有几截断了的连线，应该是顶着房顶起支撑作用。这好像没啥东西啊，空房子。不对，墙角那里好像有东西。我们走过去一看，是一团黑布，黑布下的轮廓看着像是一个人。我伸手向前一转，布料脆得像豆腐一样，一碰就碎。猛地看清盖着的东西，小轩惊呼一声，捂住了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地下怎么会有人？别慌，慌什么？这是干巴巴，只是这么多干巴巴我见多了，一具大肚子干巴巴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也注意到了，肚子没塌，鼓得很大，可能是他生前有身孕。就算有，也不会这么大吧？胚胎早就风干缩水了，我看这东西肚子里有古怪。其实豆芽仔说的有道理，若是几个月的胚胎，一旦脱水后肯定会干，干就会收缩，不会像眼前的这样向外人。深呼吸一口，我掏出匕首上前。小轩和豆芽仔紧张地看着我，不傻的都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。小轩呕吐，背过身不敢看。什么东西这么硬？忍着恶心，我将拿东西给夹了出来，是一个20-30公分高的黑色铁塔。我刚才滑到的是塔尖，塔尖恰巧就是三角形的。我勒个去，这么人肚子里藏着托塔天王的宝塔？这是一座佛塔，直觉告诉我这东西很不简单。古代的确有专门做铁塔的，但品种很少，有人把这种类的塔都统一称呼为阿育王塔。那把头，咱们把这东西带回去。虽然他肚子里的这尊个头比较小，但那也是货真价实的真货。这里除了这尊塔，于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挖坑埋了那些白巧克力，顺便给那具也给入土为安了。明天带上东西我们就离开这里。等这批东西出手后，如果还要来找黑水城，到时再定时间日期。这次收获不小，把这些东西打包好绑在骆驼上，休整一晚后我们踏上了返程。大概3天后我们回到了护特部，这都多亏了阿吉和呼噜叔帮忙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把头问阿吉和忽悠叔有没有什么要求，能满足的话我们尽量满足。呼噜叔开口说了一些话，阿吉帮忙翻译道：叔说他想要一个娃娃。啥玩意？娃娃？呼噜叔你还没结婚？叔他孩子都已经3个了，怎么可能没结婚？他是想要洋娃娃，送给他小女儿。
呼噜叔一辈子没离开过部落，他平常不用钱，家里也没有钱，也不知道去哪能买到小女儿要的洋娃娃。那次见到了那块石雕板，他觉得这东西不错，便背了回来，说让我带着石雕板去城里换洋娃娃。结果你小子没忍住，当场用石雕板换了秦叔的手机。是啊，为这事回来后我还让呼噜叔打了一顿。阿吉的愿望是想要一台发电机，这毫无疑问，懂的都知道。福禄叔则是想要3个洋娃娃。当天带着他2人的愿望，我们几人便离开了护特部落，前往银川。把头和秦新品要出货，在阿扎手里抢过来的血玛瑙太扎眼，必须得带出银川之后再出售，而剩余的事情就交给秦新平去处理。把头则是带着我们去住了旅店，等待秦新品的消息。这塔看起来好特别，能卖多少钱？阿育王塔是佛类艺术品的至高神物，虽然咱们得到的这尊个头小，但即便如此，能达到这个等级的，除了布达拉里藏的金瓶至谦和9眼天珠外，只剩下那8大唐卡了。9眼天珠那是什么东西？那这东西到底还要不要出售？先不忙，先把那些古道的玉器拿出去换钱。这阿育王塔我得先放起来，好好研究一番。至于从阿扎手里拿过来的血玛瑙，等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再说。那天秦新平找来了3个人，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卖了，而阿育王塔则是用到后来压场用。晚上大伙在把头房间里聚餐，我们把豆芽仔留在了房间，让他帮忙看着阿育王塔。临走前，豆芽仔还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放心，人在塔在，你们去吃吧，这东西我来看着。”喝的酒是白酒，老银川酒区流觞系列西北之地产正宗烈酒。我喝了一点就觉得酒劲非常大，老银川泛起来的后劲比蒙岛鱼还大。把头虽然比我清醒点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秦新平嚷嚷的声音最大，结果他第一个趴桌子上。后来还是小轩扶着我回了房。第二天凌晨，我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，揉了揉眼，脑袋还疼。打开门，我看到把头一脸寒霜的站在门口，当即心咯噔一下。5分钟后，我们把豆芽仔包围了起来。秦新平眼里布满血丝，朝豆芽仔大吼：“塔呢？阿育王塔呢？”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旅店房间内气氛压抑，豆芽仔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手足无措。我们的阿育王塔不见了，眼下怎么办？买主都调上来了，要是明天我们说没货，以后咱们这张老脸在行里都被笑话死。牙仔，你好好想想，昨晚我们喝醉都睡着了，有没有什么人进来过？或者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我昨天晚上3点多才敢睡，想着就迷瞪一小会儿，哪知道一觉醒来就发现铁盒子不见了。我们装阿育王塔用的是铁盒子2头挂着锁，和鸽锁都是把头在外面买的，2把钥匙也在把头那里。现在情况是铁盒和塔一块丢失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错了，你们打我吧，我不还手。打你干什么？打你能把东西变回来了，一天天吊2郎当什么事都干不好。行了，先回房间，都想想办法，看看有没有遗漏什么人。奇怪，把头虽然看着着急，但说话语气却并不像着急的样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众人走后，把头急冲冲地将我拉到了他的房间，关上房门，冷静地对我说：“云峰，我想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。”一筹莫展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把头叹了声气，他有节奏地不停敲击着桌子。忽然间，把头起身走到床边，拉开了他的床头柜，看着床头柜下层抽屉里的那个长方形东西，看傻眼了。我们的阿育王塔竟然在把头房间的抽屉里。把头，阿育王塔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云峰，你说说，谁去买的盒子和铁锁？这是你买的啊，我们谁都知道。等等，把头，你该不会一次买了2吧？云峰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混江湖的，在涉及利益的时候，要记得永远为自己多想一步后路。牙仔什么性格秉性我很清楚，如此重要的东西我怎会放在他那里？把头，你是不是知道谁干的这事了？你猜？难道是他？听到把头这么说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结果。而那个有问题的人是谁？结果已经呼之欲出。这行当里卖人背后捅刀收黑钱的人很多。回到秦新平的房间，我看到秦新平正对着镜子整理衣服。我们一路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，好几次差点折在沙漠里，好不容易搞到了点东西，结果可好，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不说了，我出去转转，透透气。鑫哥，你不用太担心，把头朋友多，他正在联系朋友，看这次的事情能不能帮上忙。那王把头有什么对策？明天那3个买主要来了怎么办？我回答说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把头是怎么想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就看着他这么离开，我猜测他一旦发现那个铁盒里没有阿育王塔，是不会再回来了。事实果然如我所想那样，一直到了晚上也没见他回来。把头，你这是坏了规矩，就这么放人走了？咱们闹翻了，不是应该……我老了，你们还年轻，不知道，我也不是害怕。
毕竟孙家兄弟还有红姐和他那帮小兄弟都不在了，不能和此人直接翻脸。你去把这事给小轩和雅仔交代一下，晚上来我房间，我跟你说个事。云峰，你看看这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没什么问题啊，把头，这就是那天我们带出来的阿育王塔。再看看，仔细看，如果看不到的话，我这里有放大镜。我拉来椅子坐下，双手拿起阿育王塔翻了个看，轻轻晃2下。就在我上下晃动塔身的那一刻，我听得很清楚，在第4节塔身里传来一阵异物小声，传出的声音很小。我放下铁塔，惊疑不定地说：“这第4节塔身里藏着东西。”没错，之前忽略了，我想不通，这铁塔是一体浇筑的，为什么当年只单单在第4节塔身里放了东西？如果这塔是700年前的党项人信徒住的，那他们会把什么重要的东西封进塔里？九眼天珠？难道这塔身里面藏着的是九眼天珠？这个我不清楚。九眼天珠在布达拉神像额头上镶嵌着，这东西是天珠界最牛逼的存在。天珠以前是圣物，现在成了文玩。但我想了想，从那些东西的大小来分析看，九眼天珠也有可能。在活物里也有一种东西够资格进阿育王塔封藏的，只有一种东西。那是什么？我和把头讨论了一晚上，把能想到的所有结果都推测了一遍。最后大概猜测，我们这尊塔里装的有可能是九眼天珠、佛舍利、小型唐卡中的其中一种。如果要卖了，还没那么多事，可偏偏这时候才发现这件事，卖还是不卖，成了我和把头当下的难题。这东西如果真卖给行当里的那帮人，顶天也就438这个数。明天咱们拖一下，争取把这东西拖个1个星期。我们得先把塔里的这东西给取出来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将来收阿育王塔的几人打发了。不过既然答应别人要出售，就不能食言。5天，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大让步。妈呀，费劲死了，干脆拿店去居2节算了。你别胡说，我们都收了定金，居城2万人怎么会要？到时说不定我们还要赔违约金给人家。那怎么办嘛？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，就变小进去看看，看里头到底藏着啥东西。变小进去看看。把头突然起身拍了桌子。有了，雅仔提醒我了。雅仔，你以前常年跑船的，应该见过船上的管道工维修吧？豆芽仔若有所思地想了几分钟，忽然惊讶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把头，你想用修船用的内窥镜进塔里看看，是不是？”好小子，你不傻啊！可是把头，这东西我老舅船上确实有，一般都是机修工检查管道内部腐蚀和看焊点用的。要是发物流过来，时间肯定不够了。那没关系，等会你们去银川当地看看能不能弄到这东西。